子集團現在正式的落網了，但是這不是終點，竟然成為了美中司法戰正式的一個鬥爭開打。等一下要來看到說中國大陸現在扣到人了，也就是這一位，等一下我們會來帶大家關心的陳志。那美國則是扣到錢，柬埔寨這一時候要選哪一邊站呢？北京會不會全面收網？今天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好，這一位是這個已經被逮捕的柬埔寨跨國的詐騙太子集團的幕後黑手，柬埔寨自己公布的，他們已經逮捕的3位的中國籍人士，除了我們很熟悉的陳志之外，還包括了另外2位徐吉良等人，將他們引渡回了中國。這一項行動呢，其實是在中國當局的請求之下所進行的打擊跨國犯罪的一個行動。那美國司法部是這樣說的呢，他說太子集團是亞洲最大的跨國犯罪組織之一，是主導柬埔寨多個園區非常之惡劣，長期在這邊非法獲利，高達了數十億美元。節目一開始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呢？包括說現在美中也在爭說，陳志現在是被送回了中國，代表中國在這一場美中的詐騙裡面可以說是大獲全勝嗎？那其實習近平之前對於陳志這件案子一直是按兵不動，被解讀是在默默布線，要一網打盡嗎？中國大陸對於這些在海外的詐騙集團去詐騙中國的公民啊，他們是零容忍啊。我們也看到泰柬邊界的這些詐騙園區不斷的被攻擊，我們也看到在柬埔寨啊，或者是在緬甸的這些詐騙集團被中國大陸逮捕啊。尤其是你看那些上萬人啊，全部都移到中國大陸去，他的首腦都已經被處死刑了啊。所以中國大陸對這些詐騙犯，他們是深惡痛絕，而且是根據他們跟我們台灣不一樣，真的是不一樣。他們根據你所造成的傷害來做量刑的標準，而不是以你詐騙本身。我們是以根據詐騙本身。那我們認為詐騙犯是輕刑犯，所以在台灣都是輕罪甚至微罪，然後很多的時候就是就訓誡完或者是登記完以後就放走了。前段時間很有名的就是我們在肯亞大陸那邊抓了很多詐騙犯，送到台灣來的時候，那時候是民進黨執政，在機場就把他們放走了。這個對於台灣的受害者來說，對大陸人來講，他們是沒辦法接受的事情。那大陸的量刑，我們剛剛強調了，它是根據你的傷害，例如說，假設即使你詐騙了2萬塊，而這個人因為他是窮學生，然後他靠的這個，然後家裡貸款，然後你被你詐騙以後，他想不開跳樓自殺，或者我們不能做這個時候，而是說他有一些輕生的事，那他就根據你是間接的殺人事件這樣的一個心情來做量刑的標準。好，我們來看的現在的情況是這樣，他詐騙的金額非常龐大，在美國公布之前的時候，那時候的比特幣虛擬貨幣是142億，現在因為有在下跌嘛，所以才估計是減少為110億左右，但是以枚來說是12萬枚多。好，這個錢中國大陸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就跟美國人說，這個錢你是我們的，不是你的。所以這個部分中美之間還有的談判，我想這是會用談判的方法來去進行有關於這筆錢這個贓款是還給多少比例還給中國，多少比例在哪一些國家，我想這個是會談的。第二個呢，就是中國大陸，我們剛強調對這個東西是零容忍的話，那當然會布線。以目前大陸在東盟國家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美國的影響力，所以這些詐騙犯當然一定會移送回中國大陸，而絕大部分移送回中國大陸的這些手模，他們大部分我想都會被處死刑。他們基本上沒有活路。如果他們在美國還可能不會，因為美國不見得會處死刑，但是關在監獄裡面。但是在中國大陸的話，基本上他們沒有活路。他們更害怕的是被移送回中國大陸。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絕大部分都送回中國大陸。是好，盧賴老師特別幫我們講到，就是太子集團它這個設詐的金額，價值超過110億美元，現在是被美國拿走了。那中國它手上握有陳志而已，那中國也同樣指控美國用駭客入侵的方式把這些比特幣都給扣押走了，所以這個贓款的流向好像也被視為是一個美中之間現在這一座司法戰的一個角力。委員怎麼看？会有司法戰，不會，因為美國是根據這個陳志使用的是
美國的加密貨幣系統，所以美國自己的加密貨幣系統就屬於它可以沒收的範圍。它如果是用了中國的加密貨幣系統，那因為中國目前並沒有合法的加密貨幣系統，所以中國現在要用什麼方式去沒收這些東西還不清楚，可能也沒收也有困難。那因為這些表面上是區塊鏈，但是區塊鏈就是可以追蹤。那區塊鏈可不可以解密？也可以解密，因為美國財政部有一組人專門做這個事。現在幾乎90%以上的這些加密貨幣都是在美國的網絡上或美國的網站上面，所以美國財政部可以沒收，就沒有問題。但是中國呢，政府當然沒有辦法出面，因為跟中國的這個犯罪所得，但是中國可以有代表中國受害者出面跟美國要這筆錢啊。那這個就不是國家出面，是受害者出面，也就是國家要去幫受害者說哪些受害者是被陳志這個集團所騙，總金額多少，那只要在這一筆錢的範圍裡面100%可以收到，那換句話說，他的錢只能直接匯到受害者的賬戶啊，受害者的這個整理的程序可能是下一次中國方面的要努力的地方，因為這個。犯罪地點哦，只要他網絡上就算，但是問題就是說，你只要有受害者，這筆錢，美國財政部依他們自己的法律，就一定要退還給你，是啊，一定要退還給你啊。所以這個受害者要把受害證據，包括你在公安部這個報案的記錄啦等等，還有受損的金額，那跟陳志的案子有什麼關係？趕快把它整理好。那這個可能中國政府要去幫那個受害者整理，是用受害者的名義出面申請返還。好，這整起案件，中國大陸還在努力當中，看看能不能把赃款給爭取回來。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談到說柬埔寨的詐騙，當時轟動一時，就2024年當時的這個網紅啦，晚安小雞，他其實原本是台灣的網紅，那他自導自演說他自己在柬埔寨呢遭到綁架，那當然後來就被柬埔寨的警方給逮捕了。他說他煽動制造社會動亂，所以判了2年，他也被關到現在，已經快要出來了。現在在討論的事情是他出獄之後會不會不是被遣返回台灣，而是到中國大陸呢？這個酈將軍怎麼看？第一個哈，他犯的罪是柬埔寨當地的法律的罪哈，就是所謂的這煽動制造社會這個混亂罪哈，是他煽動哪個社會？是柬埔寨自己的社會。對。那你說他犯這個罪有沒有受害者？其實他沒有受害者了哈，這唯一一個受害者就是他自己。那是不是詐騙哈？我覺得也是詐騙哈，他演一場詐騙，然後受害者自己，因為太蠢了，所以笑出來。太蠢了，但是我們台灣外交部這時候也依據跟柬埔寨提出，我們要依據國籍管轄法哈。要將這個人，希望柬埔寨能夠遣返我們台灣，但我覺得我們台灣外交部你在說什麼？真的是4、5、6。你認為柬埔寨會？你提出一個國籍法，但是問題是柬埔寨就不承認你是一個台灣是一個國家，他不但不承認你台灣是一個國家，他在前2天還特別強調哈，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對不對？然後而且他是跟中國是所謂剪鐵，是跟中国邦交最好的。你越是提國籍法，越是觸犯了柬埔寨他願不願意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台灣講這些話，只是演給台灣老百姓自己看了，代表說我們要伸張台灣的主權，但事實上是柬埔寨是不可能將這2個人，還有一個叫安勞送回台灣來，是不可能的。那我認為送回大陸去的可能性是很高，因為如果說按照國籍法來講的話，他就是這個中國籍嘛哈，那當然送回大陸去。但是我認為後續來講，中國還是把他送回來，因為我剛剛講，他大陸中國老百姓沒有人被騙受害，所以中國可能也沒有什麼法律來起訴沒有受害者，也沒辦法起訴這2個人，將他們定罪入法。所以很可能到最後結果就是送回大陸去，然後大陸這個他們方面再借着相關小。